2000年前的古人是怎么制作豆豉的呢？我复刻了《齐民要术》中豆豉的做法。上一集完成了制取的阶段，节目很久没有更新，是因为我整整制作了3次才成功。我们先看《齐民要术》中接下来说了什么。当豆子长满了黄色的菌毛以后，要庇护3日，也就是再阴干一下。经过几次的翻倒，豆子的黄色菌丝均匀充足，然后把黄色菌丝剥扬干净。用簸箕把黄衣剥掉后，用大瓮盛上半瓮水，把豆子放下去，用耙急速搅动洗净。如果最初煮豆子是煮得很熟的，赶快搅动洗净后立刻捞出来。如果豆子煮得太生，洗净后还要稍微多等一阵，让豆子多吸收些水分。豆子不软，豆豉就不好成熟；豆子太软，豆豉会烂。冲洗到这样的程度应该就可以了。把豆豉洗净，到水清为止。如果不洗干净，豆豉就是苦的。然后就到了发酵的时候，我们就用玻璃瓶，他们是把豆子放在窖里发酵，底下铺了很厚的糠壳，然后把豆子放进窖里，让一个人下去，用脚把豆子踩实，用席子盖上，上面再铺2-3指厚的糠壳。也就是说，既要保持水分不被蒸发掉，还要通风透气。我们用纱布盖住，可是直到现在也没有提到盐的用量。夏季放10天，春秋季节12-13天，冬季15天就成熟了。时间长了就会发苦。这是第1天的样子，豆子又重新长出了白色的菌丝，并且也在发热，大概有40度左右。可是到了第10天，跟第1天的状态几乎没有变化，闻上去有豆香味儿，但是没有一点豆豉的味道。第1次就这样以失败告终。问题出在哪里呢？制取阶段肯定没有问题，使用的是米曲霉秸种，并且没有在阳光下晒干，是用阴干的方法，而且菌丝的成熟度也很好。然后就到了清洗的环节，先剥了1遍，又清洗了几遍，水清以后装瓶，并且《齐民要术》中也是这样描述的，令极净，水清乃止。唯一的问题就出现在了这个地方：剖谷汁做窖底，厚2-3尺许，内豆于窖中。也就是说，收集一些糠壳做窖底，再盖一层席子，然后把豆子放进去，然后让一个人下去踩结实，再盖一层席子，然后以谷埋席上，厚2-3尺许，覆镊令坚实。也就是在席子上再铺上将近1米厚的糠壳，还要踩结实。这几乎是不透气的，踩结实也是为了减少与空气的接触。我用的是纱布，仍然是有氧发酵，所以一部分厌氧菌就起不到作用。另外，在没有盐的情况下，也很容易感染一些杂菌，所以会长出白色的菌丝，也更不会产生豆豉复杂的香气。然后我开始了第2次实验。24小时以后，豆豉竟然又长出了白色的菌丝。跟以前不一样的是，这次只有上面的一层，还是能闻到非常浓郁的豆香味儿，竟然跟天贝的味道一模一样。这是第3天，这是第10天。上面的一层白色的豆子还有些苦，吃一颗不知道会不会中毒。下面的豆子还是有一些豆豉的味道的，但是一点也不好吃。问题到底出现在哪里？从有氧发酵到厌氧发酵，原理是对的，可为什么还会长出白色的菌丝呢？唯一会出现问题的地方就是清洗的时候了。难道是含水量的问题？温度和湿度的控制是影响发酵的重要因素，核心就在于营造适宜的环境来保证发酵菌的正常生长，并且抑制杂菌的进入。前2次的发酵，我中途都会打开盖子闻一下味道，也有可能带入了杂菌。另外就是湿度，原文中并没有明确地指出用水量，完全是凭经验。若初煮豆微生，则烹净宜小停止，使豆小软，则难熟；太软则齿烂，水多则难净。阴干3天的豆曲是这样的，很硬，几乎没有水分，即使清洗完以后，中间还是很硬。豆曲湿度不够，肯定不能发酵。关于温度，我可以满足恒温的条件。对于湿度，可以洗净沥干后多停留半小时，让豆曲多吸收水分。装瓶后全程不要打开盖子。
这时打开盖子就能闻到浓郁的豆豉香气。若自食欲久留，不能数作者，使熟则出爆之令干，易得周年。如果自己食用想多保存些时间，不能经常做的，豆豉成熟后拿出来晒干，可以保存1年。但豆豉也正是因为没有盐，也失去了对各种菌的抑制作用，所以发酵时间短，也增加了发酵的难度，对环境的干净程度要求也非常高。齐民要术的结尾处也提到，豉法难好易坏，必须细一忍，常一日再看之。也就是说，做豉的方法难得做好，容易做坏，一定要有小心仔细的人。作为悠久的食药两用食材，制作方法也经过了几千年的演变。齐民要术中总结了最详细、最标准的制作方法。直到现在，我国的科研人员也对淡豆豉中的菌种进行了大量的筛选和分离。淡豆豉中的抗抑郁成分被认为可能是除烦解表的主要成分，近年来也备受关注。相信在不久的将来，人们对微生物世界的了解的不断深入，很多慢性疾病也会被逐渐攻克。